Hello，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 Wayne。今天我们来聊一聊 iPhone 12发布会上没有说的，但我自己比较感兴趣的一些细节。相信这些内容能够帮助大家更好的选择新一代的 iPhone。当然，我这个是一个提高班不是补习班。还没有看过发布会或者连基本参数还不知道的同学呢，可以先找其他的视频补补课。那今年苹果用户最大的换机动力，我想排在第一位的就是 iPhone 终于换上了高通的基带了吧？其实 5G 倒是次要的，主要之前采用英特尔基带芯片的 iPhone 各种网络断流问题各种没有信号几年下来，各位肯定已经是深恶痛绝，忍无可忍了吧？那今年这些问题都将得到解决。这个高通的 X55 基带芯片目前在很多的主流 5G 的终端上都有采用可以说是很成熟了。它同时支持 NSA 非独立组网、SA 独立组网、5G 载波聚合、5G 4G 的动态频谱共享等功能，实验室环境下可以实现高达 7.5Gbps 的下载速度和最高3Gbps 的上传速度。而 iPhone 12借助 X55 这款基带芯片呢，在国内运营商支持 Sub 6频段上最高可以实现 3.5Gbps 的下载速度。那 5G 性能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支持的 5G 频段这次 iPhone 12支持的 5G 频段是超级全的。iPhone 12几乎支持全球所有的 5G 主流频段，它不仅支持国内运营商的所有频段，连不支持的频段它也支持，所以不同地区的手机跨区域使用也不成问题，可以说是真正做到了全球通。不过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美国版的12是全球唯一的支持毫米波的 5G 版本。由于美国的价格本来就低，于是就有很多人喊美版真香都想去弄美版。其实毫米波除了速度快一点其他任何方面都不如其他频段的 5G。 毫米波最大的问题就是穿透能力差，波长越短穿透能力越差，但信号的数据承载能力越强。那一棵树都能阻挡毫米波的信号，这就导致在高楼林立的城市大规模的布置毫米波波段的 5G 网呢，目前来说成本是非常高的。所以我国目前采用的都是 Sub 6频段。你以为老美想采用毫米波吗？那是没有办法。美国放弃 Sub 6频段的很大一个原因是这个频段很多都被军方使用了，留下的频段不足以给民用，所以只能选择毫米波。不要眼红美版有毫米波在我们国内根本用不上，只有少数特殊场景会布毫米波的基站，就算布也是几年后了。因此除非你经常去美国，否则真的没有必要买美版。不过要注意的一点是，这次的 mini 只支持单卡，其他机型都是双卡。不过也有传言说港版的 mini 会支持实体的 nano SIM 和 eSIM 的双卡。那另一个大家都会忽视，但我觉得还挺厉害的一点呢，就是厚度。这次的 iPhone 12全系列都是 7.4 毫米的厚度现在的安卓机动不动就是9毫米甚至更厚带上一个套再贴一个膜，那肯定超过1公分，跟一个板砖一样。安卓机不但厚，而且长更厚的机身意味着机身内部的体积更大，可以塞进更多的零件，更大的电池，更大的摄像头模组，才能堆更多的料，实现变态的变焦和120赫兹的高刷新率而这一代的 iPhone 12将厚度降到了 7.4 毫米，重量做到了162克。作为对比，去年的 iPhone 11的厚度达到了 8.3 毫米，重量是194克。那 7.4 毫米的厚度是不是相当的夸张呢？由于屏幕比例的变化，屏幕对角线已经不再是一个可靠的衡量尺寸的参数了。同一尺寸的屏幕，手机的大小差别非常的大。现在最适合衡量手机尺寸的就是手机的宽度。那 iPhone 12 Pro Max 的宽度是78毫米，这一款是目前国产安卓机旗舰的主流尺寸，也就是说其实这一款才是旗舰产品层面的对等竞争。而 iPhone 12的宽度是71毫米，比国产主流的安卓机旗舰小了一圈，实际尺寸相当于华为的 P40普通版。而 iPhone 12 mini 的宽度则缩小到了64毫米，比今年主流的安卓机小了2圈当前市场上没有同类竞品，而 iPhone 12也会是市场上极其少有的中小屏旗舰。关于外形，还有一个大家需要注意的是，还记得去年我们在调侃的 iPhone 11跑马的那个 LCD 的边框吗？一方面 LCD 屏幕的边框本身都要比OLED 屏幕要宽一些，加上前几代 iPhone 弧形的金属中框，这屏幕的后边框加弧形的边框，整体的边框就特别的粗。那今年的类似 iPhone 5的硬朗设计的回归呢，可以有效的缩减金属边框部分的视觉厚度，加上 OLED 屏幕本身的窄边框，屏占比和视觉冲击力都会更强。这也就是为什么机身尺寸不变的情况下，今年的屏幕尺寸都要大了一丢丢这种设计对于12和12 mini 来说是非常不错的增加了屏占比和视觉的美感。但对于超大杯的12 Pro Max 这种大尺寸机身来说，边缘硌手
整体的握持感是非常大的一个挑战。当然，具体感受如何就需要我们拿到真机以后才知道。大家可以订阅我的频道，我拿到机器第一时间会给大家做开箱评测。那屏幕还需要注意的一个点就是12和12 mini 只有625尼特的亮度，而12 Pro 系列则达到了800尼特。那业内猜测呢，这两个系列的屏幕的供应商是不同的600多尼特的很可能是京东方的屏幕，而800尼特的呢应该是 LG 或者三星。再来说一下相机，12和12 mini 延续了11双摄的设计，超广不变。广角主摄的 CMOS 尺寸也不变，光圈从原来的 1.8 升级到了 1.6， 镜头模组从6片升级到了7片。不要小看这一点点的变化，相当于相机的镜头经过了重新的设计。懂摄影的人应该知道，光圈大一档意味着什么。那这次的镜头重新设计，所谓底大一级压死人，苹果自己也是承认的。所以 iPhone 12 Pro Max 升级到了 1.7分之1英寸的画幅的主摄，但这个大底只给了 Pro Max，12 Pro 还是祖传的2.55分之1英寸的画幅。Pro 内部还搞差异化，相信那些多年使用小号 Pro 的用户今年肯定被恶心到了吧？很多人是接受不了230克的大手机的，但更大尺寸的感光元件只有在 Pro Max 上才有，而且相比12 Pro、12 Pro Max 还有 CMOS 的防抖，相当于12 Pro 只有镜头防抖。而12 Pro Max 不但有镜头防抖，还有机身防抖。那12 Pro Max 的长焦镜头也是从12 Pro 的52毫米升级到了65毫米可以看出这次的12 Pro 和12 Pro Max 的相机画质从硬件底层的区别就是蛮大的。12 Pro Max 明显甩开了其他3款手机Pro 系列这次都是 4K 60帧的10比特422色彩摄像，而12和12 mini 都是8比特的，这个区别还是蛮大的。对于视频创作者来说意义重大，但对于普通人来说，12和12 mini 其实已经足够了。那拍照的话，这次 Pro 系列还拥有了 Pro RAW 格式，相当于叠加了神经引擎和 GPU 计算处理之后的 RAW， 照片后期处理的空间就更大。但这点也有点尴尬，就是专业用户一般都有单反来拍 RAW 格式的照片，手机都是用来方便记录的，追求的是快捷和方便，所以我相信很少有人会用 RAW， 普通用户也很少会用 RAW 做后期。我们知道 RAW 格式和 4K 60帧的10比特422这种格式都是非常大的，对于宝贵的手机存储空间来说极其不友善。那普通和 Pro 系列的区别呢，还有内存。据说这次12和12 mini 是4GB 的内存，而 Pro 系列是6GB 的内存。那运存大可以多撑几年换手机最后再来说一下智能数据模式，按照发布会上说的，手机可以根据用户应用使用的情况来切换 4G 和 5G 的网络。比如你在使用小流量的 App 的时候，手机就会占用 4G 的网络。当你开始看高清视频或者做大量的下载的时候，如果有 5G 覆盖的话，手机会自动切换到 5G 的模式。我觉得这个功能对运营商来说会造成很大的压力因为一方面呢，运营商已经在网络中制定了 5G 和 4G 网络的互相切换的一个策略，苹果相当于又自己搞了一套策略，有可能会与运营商的策略相冲突。那另一方面呢，运营商本身会对 5G 用户以及用户使用的网络的流量都有考核，很多的套餐呢也是分开计流量的。那由于这项功能呢，苹果的用户很可能会频繁的在 4G 和 5G 之间切换，肯定会给运营商日常的 5G 营销和网络优化造成一定的影响。但不管怎么样，这次苹果总算补齐了 5G WiFi 6几乎所有的技术连北斗导航都支持。由于今年应该是苹果的换机大年，相信因此 5G 用户的数量会出现井喷，这也倒推了 5G 网络的发展。最精炼的总结 ，mini 单卡，其他3款双卡，12系列双镜头 ，Pro 系列3镜头和 LiDAR 传感器。Pro Max 的相机最强，和其他的3款都不一样。内存方面，12系列是4G，Pro 系列是6G。边框材质，12系列是铝合金。Pro 是不锈钢。那去年比较美版和国行，可以发现iPhone 11的人民币价格其实是更划算的。同理可以发现，其实今年的 Pro 系列的人民币价格其实来说是相对便宜一点点的，但相对划算不等于适合自己。最终的结论就是，如果你是科技控或者是专业用户的话，直接上 Pro Max， 前提就是你能接受这个尺寸和重量。普通用户的话，那就选12吧，各方面性能都完全够用。小屏党那就是 Mini， 当然也带来了单卡
显示内容和待机的时间都比较受限。至于那个 HomePod， 其实没啥好说的，很多人都会认为$99的价格是很便宜的。其实像小爱同学那样的智能家居的入口，那抢占入口的产品，其实白送也不奇怪，好吧？那今年的 iPhone 应该怎么选？看完这一集，应该大家心里都有数了吧？不知道你对我的讲解是否满意啊？如果喜欢的话，点赞、投币、转发支持一下。如果想看我开箱 iPhone 12系列的手机呢，订阅我的频道吧。我是专注细节的 Wayne，我们下期再见。